2035年的一个清晨，空气中混着微湿与凉意，仿佛在预告住即将落下的雨。日本这座极富科技感的超现代大都市中，东帝大医院那座由玻璃与钢铁构筑的高楼，在晨曦中闪着淡淡的蓝光。这里不仅是救治生命的前沿堡垒，内部装备了最新 AI 辅助手术系统、大数据监控与机器人辅助治疗，更在幕后隐藏着官僚腐败与层层权谋，正如同全球暖化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一样，暗流汹涌。走出医院大门，街道上早已热闹非凡。路边小吃摊卖着卤肉饭、豆花等在地小吃，摊贩用夹着家乡腔调的日语和中文热情叫卖：“哎，快来试试，保证你食了还想食。”而计程车司机则嘟囔着：“这科技时代，连地铁广告都在讲永续发展，真是奇怪。”街上喧嚣与现代科技交织，却也让人隐约感受到一种后疫情时代的焦虑。正如同网络上讨论烘焙、清洁与交通的新潮流议题，牵动着每个市民的神经。在医院大厅那幢冰冷的玻璃墙外，几道神秘的身影匆匆而过。有人低声问道：“你听说了吗？大门医生这次又准备大动作。”另一人回应：“这回不只是救人，而是要彻底撼动那腐败的体制，正像电影里揭露历史真相的反转剧情一般。”医院核心的手术室里，站着那位让人又爱又恨的传奇医生大门未知子。他的面容总带着冰冷而坚定的神色，却在治疗病患时流露出无比深情。每当手术灯光亮起，他便在心中默念：“我绝不失败。”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段痛苦过去。一次失败的手术让他失去了信心，却也点燃了他对抗命运的烈火。正如同永续议题中环境破坏与重生之间那激烈的斗争。在手术室休息区的角落，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医生神经比旅人正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与冰冷计算的口吻低语：“未知子，你真以为这次能翻转体制？”他的语气中带着言语与隐藏的敌意。未知子挑起下巴，眼神坚毅的回击：“比旅人，你当初选择安于现状，如今便别来质疑我的决心。”这段对话不仅展现了两人理念的对撞，更仿佛预示着一场利害冲突的爆发，让人联想到最近热议的企业永续议题中旧体制与创新力量间的激烈博弈。同阵营中的新田家八与花崎佳期也正摩拳擦掌。新田家八来自医学世家，满腔热血地拍了拍花崎的肩：“哎，咱这科技要是用得好，绝对能颠覆整个医疗界。”他话中夹带住在地的俏皮口吻，急躁中却隐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期盼。而花崎佳期则以温柔却坚定的语调提醒：“数据固然准确，但病人可是有血有肉的，别忘了我们的初心。”两人激烈却又充满默契的对话，正如同当下热门娱乐新闻中，电影与音乐如何影响大众心态，并引发热烈讨论。在众人身后，一位曾历经沧桑的导师神原京正静静注视着即将来临的变局。他那低沉却充满智慧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上回响：“每个人都有无法言说的过去，唯有面对它，才能改变未来。”这句话似乎暗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正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刻震撼揭晓。就像历史上那些震撼反转的真相，让人无法预料下一刻的命运转折。突然，深处的警报声急促响起，伴随着机械运转的嗡嗡声，打破了医院内原本压抑的宁静。新田家八眼睛一瞪：“哎，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系统又出错了？”大门未知子瞬间收起柔情，眼神转为冰冷：“这不是系统故障，有人在背后搞鬼。”他的低语犹如重锤落地，瞬间令整个空间凝固，每个人都屏息以待，内心涌起难以预测的危机感与冲突的预兆。窗外雨滴悄然拍打着湿润的街道，如同大自然的地狱警告。行人匆匆，议论纷纷，有人提起最新的绿色卡皮巴拉新闻，也有人热议最近热门的烘焙大赏与免洗餐具新规，仿佛所有热门话题都在这场风暴前汇聚，成为每个市民心头的焦虑与期待。大门未知子内心波涛汹涌，那次失败的手术依然像阴影般缠绕住他，但他也在内心燃起了对抗既定命运的火焰。他清楚，今天的一切都是一场生与死的赌局，而这赌局牵动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关系住整个医疗体系与社会的未来。神经比旅人站在窗前，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低声道：“未来也许只有真正的真相，才能救赎这一切。”花崎佳期眺望远方，心中暗自疑问：到底谁是敌？谁又是真正的伙伴？这不仅是医疗界的斗争，更犹如历史上那些震撼人心的反转剧情。每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死之间的抉择与冲突。2035年的这个清晨，不仅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拉开了一幕充满谜团、冲突与变数的序章。当第一道曙光穿透晨雾，究竟谁能在这场生死对决中走出属于自己的光明？命运的齿轮已悄然转动，而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真相，正等待着在最震撼的一刻被彻底揭露。
2035年的一个清晨，天色灰蓝，空气里仍弥漫着昨夜雨后那股湿润却让人不安的凉意。东帝大医院前的大荧幕突然跳出一则震撼全城的新闻：某国总统因罕见疾病病情急转直下，正临近生死边缘。新闻主播急促而略带慌乱的语调打破了平日的沉寂。全球医界赶紧集结，这可不是开玩笑，总统的命悬一线啊！荧幕上不断切换住手术室里忙碌的医护镜头与冰冷器械的特写，仿佛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即将展开。大厅内，医生与护士们纷纷赶来，脸上写满了担忧与焦急。藤原优真低声对身旁的护士追名有意嘀咕：“这回真是闹大了，一旦总统出事，后续肯定会乱成一锅粥。”追名由一瞥向远处正在低语的高层群众，压低声音说：“你看那边，高层正在悄悄讨论些什么，听起来似乎暗藏住不为人知的阴谋。”墙上荧幕随即转换到一段模糊画面，数位穿着讲究的高层正聚在昏暗的会议室里低语交谈，每句话似乎都带着无形的杀意，让在场每个人都感觉到，除了总统的生命危机，这背后更牵扯出一场更深层的权力争斗。新闻主播焦急地追问：“据说总统真实的病情正被某些有权势的人刻意隐瞒，到底是谁在背后操弄这一切？”这句话像一根针般刺入人心，台下民众低语连连，有人愤怒地拍着胸口，有人则面露惊恐，对整个医疗体制充满不信任。就在此时，大厅中突然窜出另一股热门讨论的声浪。根据各大版面近期热门话题，网友们除了热议政治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外，更开始关注起人工智慧在医疗决策中的应用，认为这正是当下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环。这股跨界议题让现场的氛围多了一份科技与现实交织的紧迫感。大厅灯光冷冽，映出每个人焦灼又复杂的神情。正当众人议论纷纭之际，从走廊尽头缓缓走来一位身影，大门卫之子。他身着象征使命的白袍，脸庞坚毅却难掩一丝疲惫，眼中闪烁着既哀伤又坚决的光芒。听到荧幕上再次播报总统病情更新，他低语住：“这次绝不能再让大家失望。”卫之子漫步走向大厅一角，目光穿透那些忙于讨论的同仁，内心如波涛汹涌。那次失败手术的阴影仍让他夜不能寐，无数次自问：如果连总统都救不了，我还能救谁？隐藏着他挑战命运、突破极限的坚定渴望。他清楚，眼前的局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手术，而是一个揭开医疗体制深层黑幕的开始。就在这时，卫之子脑海中闪过最新生活风向标的话题：都市女性如何在困境中自救、突破自我枷锁的真实案例。这让他心中的火焰更为熊熊，不论前路多险，他都要用自己的双手撕开那层腐败的迷雾，还给这个社会一个公道。走入一间昏暗的会议室后，他独自落座，拿出手机反复观看那次失败手术的录像。镜头中，他因颤抖而显得慌乱的双手，似乎在不断提醒着过去的无力与痛楚。眼泪几乎滑落，但很快，他以坚定的目光压下那一丝脆弱，轻声对住空荡房间自语：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决心打破命运的枷锁，让失败永成过往。话音未落，会议室外急促的脚步声随之而来。一位年轻医生山口太一战战兢兢地探头进来，低声问道：老师，您真的要一个人扛下这桩大案吗？这背后牵扯的不仅仅是手术这么简单吧？卫之子转过头，眼中燃起悲壮而坚决的火光，语气中带着一丝挑衅与激昂。有些人就算必须孤军奋战，也得挺身而出。你想啊，若连这腐败的体制都不敢撕开，谁又来拯救我们这群苦命人？他的话既是对现状的控诉，也是对未来的一声挑战。就在此时，会议室门猛地被推开，一位神秘人物悄然现身，他脸上挂住意味深长的微笑，眼神深处却隐藏着难以捉摸的阴谋。这突如其来的插曲不仅打破了室内原有的僵局，更使得所有人的心跳瞬间加速。究竟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何在？他又将如何颠覆眼前的局面？这一连串的悬疑与伏笔，似乎正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2035年的某个午后，东帝大医院外的街道热闹依旧，卤味香气混着刚煮好的珍珠奶茶，气息弥漫在空气中。高楼间出亮的霓虹灯映照出现代都市的节奏。就在这样一幅繁华景象里，大门卫之子走入医院的一间会议室。他面容坚毅，但眉宇间却难掩那段痛楚过往留下的痕迹。会议室墙上，一台电视正滚动播映着各大媒体的热门消息，例如电影官方推行 1.5 倍速追剧，引发网友热议，而窗外的手机推播则不断跳出关于房市震荡与信用管制的警示。好了，咱今天就要把这套 AI 手术系统彻底弄起来。卫之子以浓厚的口吻平实而坚决地宣布，他眼神中既有对科技未来的期许，也隐含住必须面对现实残酷挑战的决心。围坐在会议桌旁，新田加八满怀热血地接话：老师，这科技搭上我们老派手艺，不
不仅能翻转一界，还能趁着房市信贷风暴的时代潮流，再创奇迹。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冒险精神，同时也带着急于改变现状的焦灼。花旗佳期则略显忧心的摇头，柔声却坚定。新田啊，科技是工具，可病人的感受，那份温暖怎能让冰冷数据取代？毕竟最近连各大版面都在热议，哈利波特魔法降临台北，连浪漫也得回归真实生活。他希望团队在突破技术极限的同时，别忘了医者的本质与人情味。话语间，两人的意见交锋得如同夜市摊贩激烈的叫卖声般热烈，而桌边随意的笑谈却隐藏着各自心中的疑虑。加巴忽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师，您这决心就像夜市摊一样，既迎合潮流也敢冒险。”但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的瞬间，电脑荧幕突然跳出一行醒目的红字：“系统出错异常。”全场瞬间噤若寒霜。花旗眉头紧蹙，低声提醒：“这虽看似小毛病，但恐怕会牵动整个计划的成败。”未知子则冷冷下令：“暂停演练，立刻查数据。这微妙的异常，或许就是风暴前的预兆。”数日后，天气转凉，东地大医院的长廊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隐秘的办公室里，魏之子与团队成员低声研读从内部资料库捞出的匿名文件。文件记录注一连串巨额款项流向与高层密会的隐秘记录，每个数字都像是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黑幕。你看看这笔款项，数字大得吓死人。新田一边对比手机中最新的房市动态消息，正如各大媒体上刚刚报道的信用管制风波，一边怒不可遏。花旗轻声道：“这不仅仅关系到手术，背后似乎还牵连着整个医院的权力与腐败网络。”正当众人陷入沉思时，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门后传来。神院经缓缓走入，语气冰冷却意味深长：“你们知道吗？这一切黑幕其实与未知子的那场失败手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锤，击碎了室内仅存的安宁。新田与花旗对视，心中瞬间燃起复仇与揭露真相的烈火。庞福在脑海中回想着那些被压抑已久的秘密与不甘。这次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加巴猛然拍桌，怒火中烧。花旗则压低嗓音，生怕这段对话惊动外界。众人心知肚明，此刻每一笔数据，每个细节都将决定未来医界命运的走向。不久后，在一间装潢雅致却充满秘密气息的小咖啡厅内，团队再度聚首。桌上散落着文件、笔记本以及还在冒热气的咖啡，却难掩凝重的氛围。新田率先发声：“老师，我认为咱们必须全盘引入最新 AI 技术，这样才能撼动现有体制的根基。”花旗却坚持回应：“加巴，我理解你的热情，但科技再先进也替代不了病人那最真切的感受。毕竟，最近不止房市在动，就连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比如各大版面提到的 workation 概念，让大家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魏之子在两人争论间轻叹，他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徘徊，内心充满挣扎。他既期盼技术创新带来救命的契机，又深知若完全失去人文温度，恐怕会变成另一场灾难。咱们得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打断道，语气坚定中带着温柔。科技与人文绝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正当气氛紧绷之际，花旗突然提出一项技术细节。新田神情一凛，低语说：“等一下，如果这个参数调整得当，或许能破解那套系统的异常。”这短短一句，庞福点燃了团队内部更深层次的疑虑与野心，也暗示着未来局势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与冲突。当团队以为一切终于渐入正轨时，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医院内部走廊突如其来地响起急促的脚步与低语。神经比旅人率领一班身着黑色制服的临时支援人员，铁闯进秘密会议室。这计划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神经冰冷地笑着，他的声音在宽敞的会议室里回响，带来难以抗拒的压迫感。新田怒喝：“你这是在搞什么？以为有钱就能操控一切？”花旗平静却充满力度的回应：“系统本就有漏洞，你只是在利用它为那腐败势力遮羞而已。”室内气氛瞬间凝固，众人心中各怀鬼胎。此刻，魏之子独自走到窗边，看住滚滚夜雨淋漓而下，脑海中不仅浮现出过去失败的痛楚，更激起了对未来改变命运的坚决信念。在离开前，神经比旅人低声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暗语：“记住，真正的黑幕从来不是单靠一个人就能拨开的。”这句话像重重迷雾笼罩着团队，也为未来接连爆发的震撼。正当所有人以为局势将迎来光明时，黑暗势力却在暗中蠢蠢欲动。感谢收看本集动画《燃情冒险启程》，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每周全新更新，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共享感动与惊喜。现在出发，拜拜。